勇者无敌，拯救人类于危难之间的神机登场。机动战士高达00剧场版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NX903VS 勇气式一般用试验机，是地球联邦政府于 AD2314年使用的一款可变形机动战士。从外形上可以看出，勇气式与地球联邦成立后服役的新型机相比，其风格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倒是跟联合时期服役的旗帜式比较接近。而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以往地球联邦新开发的机型，绝大多数都来自原人格联的研发团队，而到了这架勇气式，负责研发的团队变成了原联合和 EU 组成的团队，所以在设计风格上直接延续了之前联合机型的特点，但在技术层面上，大多则基于须佐之男这一型机体上进行开发，然后再按照当前的技术水平，继续发挥原来可变机型重量轻、速度快的优势。这些体现在造型上，就显得机体十分精简，其中脚部的部分精简的最为显著，整个脚板显得十分微小，在 MS 状态下仅只够维持在宇宙中进行停放的程度。同时得益于拟太阳炉的成熟使用，勇气式可以省去机翼结构，以此降低自身重量，来获得比联合旗帜式更加优秀的机动能力。而且两个形态之间的转换十分迅速，不再像联合旗帜式还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在空中完成变形还需要高超的驾驶水平。而勇气式在搭载专用的 LEIFOS 后，驾驶员就可以在战斗中任意变换形态，其表现与天人组织的可变形高达已经相差无几。于是就有观点认为，勇气式的可变形能力之所以能得到突破，在于之前围剿天人组织时捕获到了主天使高达，利用主天使高达的可变形技术应用到勇气式上，这才让勇气式发挥出了比肩可变形高达的变形性能。然后就是头部的造型，也是延续了原联合机型的特点，采用单眼摄像机并带有面罩，与厄运式头部的造型大不相同。同时在额头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天线，这让勇气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在使用的武器方面，携带了一把名为黑暗咆哮者的 GN 光束步枪，该枪是在超级旗帜式使用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所以在变成 MA 形态后也会变成击手部分，因而武器的造型一如既往的需要符合气动外形。攻击力方面则提升了不少，其射速很高，甚至将前端展开后还能持续输出，形成巨大 GN 光束，这样就扩大了攻击范围来摧毁更多目标。不过这个攻击模式需要进行冲弹，虽然勇气式上有安装 GN 电容器，但仍不足以做到连续射击使用。倘若要短时间内提升输出频次，可通过多架机体交替使用的方式来进行攻击。除此之外，在 MA 形态机体的两侧位置还各安装了一门 GN 加农炮，这两个武器在变成 MS 形态后会挪到腰部位置，其作用基本相当于副炮来加强机体的攻击力，射速同样也很快，跟 GN 光束步枪一同射击，还能达到类似霰弹枪的效果，从而扩大攻击范围。这使得勇气式的攻击能力比联合旗帜式丰富了不少，加上炮口朝向并没有固定在前方，因此在变成 MA 形态后，勇气式仍可以十分灵活地调转炮口方向进行射击。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门 GN 加农炮继承了须佐之男的3重级数炮功能，只要配合 GN 光束步枪使用，就能向对方射出威力巨大的3连射缩囊男。由于这个攻击会消耗很多 GN 粒子，需要看准时机谨慎使用。接着是在手臂位置还内置有 GN 光束机枪，该武器的攻击威力不算大，一般是用于对付近距离范围内的目标，同时还有个用于近距离攻击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在胸口位置的30毫米口径机枪，属于是实弹装备，主要用来发挥末端的防御功能。近战用的装备则配备了2把 GN 光束剑，这个属于成熟装备，已作为制式装备在地球联邦军中普遍装备使用，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而在腿部之间的模块还携带有 GN 导弹用于辅助攻击，这个部分可以像战斗机的副油箱一样，在航行途中随时抛弃来降低负重。另一个是在腿部还携带了电子干扰弹，在投射出去后会在一个范围内产生粒子扰乱效应，可有效干扰敌机的传感器和探测设备正常使用。其他的还加装了连接 VDA 的操作系统，以便从 VDA 获取信息来用于辅助战斗，这样就能在信息透明的情况下，有利于驾驶员发挥战斗力，并且还将 Trans-M 的功能也应用到了勇气式上，以此确保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强大战斗力。至此可以看
出，勇气士尽管在体型上看上去比较纤细，但所具备的战斗能力十分丰富，基本上只要与高达同等水平的驾驶员来驾驶，勇气士的战斗性能并不会比同时期的高达逊色多少。所以当机体完成开发了以后，地球联邦军便挑选了多位精英驾驶员，组成太阳勇者队来负责驾驶首批勇气士。由于勇气士还没有到定型的阶段，因而这批勇气士也称为勇气士一般试验型。另一方面，地球联邦军还让格拉汉姆·艾卡担任太阳勇者队的队长，并相应提供了勇气士的队长机型由他负责驾驶，而这架勇气士队长机型便是型号为 GNX903VW 的勇气士指挥官用试验型。相比于勇气士一般试验型，勇气士指挥官型最大的变化就是在机体两侧的 GN 加农炮位置一共安装了2个拟太阳炉作为动力，因此机动性上的各种表现都要优于一般试验型。在极限高速机动的情况下，产生的负荷很容易就超出普通驾驶员的承受范围。基本上在地球联邦军中，仅有格拉汉姆一人能承受勇气士指挥官型极限机动下带来的巨大负荷，可见格拉汉姆的身体素质是十分的了得。而原先安装拟太阳炉的位置则换成了大型 GN 电容器，算上2台拟太阳炉，使得机体输出的 GN 粒子浓度提升了不少。虽然武装上与勇气士一般试验型没有差别，但勇气士指挥官型在攻击威力上的输出已经远超了勇气士一般试验型，所以其性能水平已经等同于同时期的高达，也只有跟加强后的高达决战式样相比，勇气士指挥官型的性能差距才比较大。而剩下变化比较大的地方就在头部这个部分，其中左右2个天线变成了一样的大小，对应到机体是通讯能力得到了加强，以便联系多架机体进行指挥作战。而在面罩左脸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类似伤痕的纹路，其相关作用目前不详，只知道在战斗时会发出闪亮的光芒，就如同格拉汉姆脸上的伤痕一样，显得十分有气势，很令人崇拜。这在与 ELS 的多次战斗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首次作战当中，格拉汉姆就成功帮助天人组织摆脱了 ELS 的追击，让当时已经陷入昏迷的刹那 F 轻鹰避免了被地外生命体 ELS 侵蚀同化的危险。而在整个战斗过程，格拉汉姆率领的太阳勇者队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完完全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当然，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 ELS 的强大，即使是全力应战的太阳勇者队，仍不足以消灭掉先前的这股 ELS 部队。所以在确定 ELS 放弃了追击后，格拉汉姆率领的太阳勇者队便退出了战斗。然而时间没过去多久，更多 ELS 数量的大部队通过黑洞抵达了木星，紧接着这股 ELS 便向地球方向进军，于是一场星际级别的战争进程就此展开。为此，地球联邦把能调动的人员和装备来构建绝对防卫线，抵御 ELS 的入侵，包括格拉汉姆的太阳勇者队也会在完成整备后前往参加这场战役。而就在他们赶到的时候，地球联邦军与 ELS 接触并展开了战斗，整个战场的激烈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结果刚投入战场没多久，太阳勇者队直接被击毁掉了一架机体，驾驶员亚甘科诺直接阵亡，这让在一旁的格拉汉姆看在眼里，十分痛心不已。然而形势容不得他继续悲伤，必须继续战斗到刹那苏醒过来与 ELS 进行对话，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结束这场与 ELS 的战争。好在刹那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总算在战斗进入到高潮的时刻赶到了前线。于是格拉汉姆率领太阳勇者队全力护送，并在刹那前进受阻的时候直接启动 Trans-M 发挥出最强战力，为刹那扫清了前进的障碍，甚至到最后选择舍生取义启动自爆，接着就勇往直前冲向了被刹那切开的口子，成功在关闭的那一刻炸开了一条通道，为刹那与 ELS 进行对话铺平了道路。至此，算上之前在火星圈与 ELS 的遭遇战，格拉汉姆一共有2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使刹那有如神助完成了与 ELS 的对话。也就是这一瞬间，格拉汉姆向所有人诠释了勇者无敌的真正意义。